我叫秦怀瑾，大启的长公主。从我记事起，宫内就没有一个正常人。父皇痴迷替身文字，不像，他从来不涂红指甲。来人，拉下去砍了！母后满脑回宫斗剧本。后宫罪不容诛，来人，拉下去！你敢？我可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嫡皇后。来人，把这个恕贵妃给本宫发卖了！而我的太子弟弟更离谱，说自己来自5000年后，要废除父皇的皇位。什么皇位都是狗屁！你们这是封建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都是人人平等。就这样，我那来自5000年后的太子弟弟发动了兵变，怕自己坐进了宗人府，或者父皇被气得半死不活。唉，别叫，朕还没死。父皇，您真的没事？怀瑾啊，朕也发现了，这满朝文武整个后宫没有一个正常人。朕天天找替身，找的都要吐了。你母后天天宫斗，你弟弟日日造反，宫内如此，宫外更别提了。整个大齐只有你一个正常人啊！您过奖了，其实我也快疯了。你弟弟脑子不正常，以后皇位就交给你了，他们全凭你处置吧。朕终于解脱了，哈哈哈哈！皇上驾崩啦！皇上驾崩啦！就这样，因为我父皇临死前清醒的最后一句话，我成了大齐王朝第1位女帝。他们都觉得我是赶鸭子上架，殊不知我等这天已经等了很多年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处理这些颠公颠婆了。长公主殿下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和云峥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你成全我们，放过云峥哥哥吧。柔妹，别哭，别求他，我就算抗旨，也绝不会娶她的。江芷柔，丞相之女，和陆云峥，也就是我的未来驸马王八对绿豆看上眼，整日上演拆散鸳鸯的苦情戏。秦怀瑾，云峥哥哥根本不爱你，你现在仗着马上要登基，逼着他娶你，就不怕天下人指责吗？得，这绿茶哭竹马的套路又来了。秦怀瑾，你就算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我心里永远只有芷柔一个人。你如果非要拆散我们，我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里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恶毒。柔妹，停！你真喜欢陆云峥？好，他赏你了。什么？你说真的？本宫现在可是大齐的掌权人，金口玉言，还能唬你不成？不对劲，从前宫里谁都能踩他一脚，如今他掌了权，怎还这般好说话？本宫还能唬你不成？你与陆将军两情相悦，本宫早就看在眼里。来，先起来，地上凉。你当真愿意解除我俩的婚约？也不会用皇权逼迫我另娶旁人？本宫不仅不逼你娶旁人，还特许你与江芷柔自选黄道吉日。选定之后，本宫亲自拟旨赐婚。亲自赐婚？好啊，那我和柔妹的婚期就定在你登基大典当天，如何？没问题，就定在我登基当日，我亲自给你2人主婚。等等，云峥哥哥，他真会这么好心？两位不必忧心，本宫即将登基，根基不稳，日后少不了丞相府和陆将军的助力。哼，秦怀瑾算你识相，你登基后要是还如现在一般听话，我们自然是会给你一点面子的。柔妹，我们走，回府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。云峥哥哥，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。殿下，陆将军可是先帝赐给您的驸马，您这样拱手让人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你一个丞相之女都能骑到您头上了？春堂，你说一个人若是觉得你柔弱可欺，是不是就会放松警惕？殿下的意思是，陆云峥赏给谁都不值一提。你记住，在这深宫朝堂之中，情爱皆是虚妄，唯有手握至高权柄，才能立足不败之地。来人，添茶。大胆奴婢，毛手毛脚，烫坏了殿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奴婢不是故意的，一点茶水而已，也不至于烫坏了公主。再说了，长公主还没发话，你急什么？珠儿，废物太子的眼线，从小画本子看多了，
觉得自己是小说女主角，不管做什么都有主角光环，所以有恃无恐。珠儿说的对，一件衣服而已，无妨，退下吧。殿下，丞相之女就算了，一个宫女顶撞了您，打死也不为过，您怎么这都能忍啊？你没看到她的嘴脸吗？打死他，我那个废物弟弟还怎么会觉得我软弱可亲呢？丞相大人，这一大早的，您这是？自古以来就没有女子称帝的道理，臣不服。昨天才打发走江芷柔那对苦情鸳鸯，今天又来个顽固老东西。不过你既然是陛下钦点，也就算了。今日议事，老臣勉为其难，一同参加吧。放肆！哪有臣子让君王搀扶的道理？殿下，你不能！丞相劳苦功高，我身为晚辈，服您是应当的。慢些起。哼，这才像话。这朝堂到底还是缺不得老臣。诸位，今日议事是……殿下，我臣这腿脚实在撑不住，索性把龙椅给老臣坐坐，也好有力气议事。可是龙椅，江丞相不怕殿下降罪？哼，谁怕谁还不一定呢。你且看着。养心殿岂容你放肆？这龙椅更不是你能消想的。不容老臣放肆，也放肆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。丞相不过是要张椅子，又不是要殿下的命，姐姐你急什么？你再说了，殿下日后保不齐还得仰仗丞相，这龙椅让出来坐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龙椅是吧？可以，江丞相请吧。这龙椅老臣坐了才知道，还得是有点分量的人才镇得住啊。江爱卿，依本宫看，光坐着龙椅还是不够，您还有什么指教，尽管说来。日后朝中奏折递进养心殿之前，老臣得先过目一遍。殿下您听听，这才是真正的当家做主呢。还有西北的兵权，你一个女子管不明白，交给云峥，他镇北将军做了3年，比你懂战场。好家伙，女儿来要男人，老爹来要兵权，一家子全惦记上。殿下不能答应。好说，丞相要过目奏折是吧？过。要兵权给陆云峥是吧？给便是了。这丫头果然是个软柿子，往后这大旗岂不就是我说了算？这龙椅你且坐着吧，过2天有你跪着的时候。殿下，那些大臣也忒不是东西了。议事议到这会儿，天都黑透了，分明就是故意拖着您。先帝刚走，积压的政务多，多花些时间料理也正常。殿下，他们翻来覆去就那2句话，为的就是不让您散朝，尤其是那个江丞相，他今日又是坐龙椅又是披折子的，分明是骑在您头上撒野。那些大臣们个个都在看您笑话。急什么？这才刚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殿下，太后娘娘她又梦魇了，还嚷着非要见您不可。殿下，太后每回见您都得闹幺蛾子，咱们还是别去了吧。她爱闹便由她闹，本宫倒要看看她还能闹出什么花样来。来人，点灯！不许点！等一点，他们就能看清本宫在哪儿。他们是？本宫是嫡皇后，你登基后，本宫就是嫡太后。那些庶出的妃子一定恨不得生吞了本宫。有儿臣在，谁敢害您这个嫡太后？惠贵妃，她看本宫的眼神就不对，她一定在盘算什么。那母后想怎么办？把后宫里那些庶出的妃子全都赐死，本宫才是嫡皇后，大齐的嫡太后也只能是本宫一个。好，都赐死。还有纯贵妃，纯贵妃，她仗着先帝的宠爱抚养过你长大，处处压本宫一头，可她终究是个庶妃，她也得死。你舍不得那个养你的庶妃了，本宫才是你亲娘，你难道要看着本宫被他们害死？你坏！对，姐姐推我，我没有，是她先推的我。母后，我也摔了。你这丫头片子，成天只会惹事，养着也是白养。纯妃娘娘，
小怀瑾不怕，往后本宫养你，护你可好？儿臣怎么会舍不得？您说赐死就赐死，儿臣都依你。真的？当然。母后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，一并说出来，儿臣都答应。那你请弟弟昭儿呢？他还在宗人府关着，本宫日日夜夜都惦着他。你倒好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一眼。母后想让他出来。昭儿可是嫡子，国本嫡传，要不是他一时糊涂造了反，这皇位哪有你做的份儿？好，放他出来。当真？你当真愿意放昭儿出来？不过，光放弟弟出来是不是还不够？什么意思？儿臣想，不如直接恢复他的皇子身份，体面的接回宫里，也省得母后整日提心吊胆，不是？真的？你还肯恢复昭儿的身份？当然是真的。锦儿，你叹气是为何？母后你也知道，你只得盖传国玉玺才行。玉玺如今封在养心殿内库，得儿不登基当天才能取出来。儿臣只怕大臣们不服，闹出什么乱子来。若连皇位都坐不稳，旁的就更别提了。这丫头心软又好哄，让她先登基又如何？横竖龙椅还没坐热，等昭儿出来，这大齐的江山迟早还是我嫡亲儿子的。锦儿放心，本宫是嫡太后，你登基前，朝中那些老东西不敢动你的。儿臣向母后保证，登基之后绝亏待不了您和昭儿。行了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歇着吧。本宫也得养养神，明日接昭儿出宗人府。儿臣告退。殿下，您又是赐婚又是让权，如今还要恢复那废太子的皇子身份，您这不是把刀往人家手里递吗？春桃，我如今的目的是顺利登基，赐婚也好，让权也罢，这些不过是给狗看的肉包子罢了。天欲其亡，必令其狂。不把他们捧到最高处，摔下来的时候，怎么会粉身碎骨呢？传国玉玺终于拿到了，这群颠公颠婆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吉时已到，新帝登基，百官跪拜。等等，臣女不解，殿下当初亲口应允陆家与江家的赐婚，时至近日，聘礼婚约文书为何一件都没有送达？殿下莫非从头到尾都在戏耍我们两家？臣同样有一事要问，殿下此前再三许诺交付西北兵权，如今迟迟没有下文，究竟打算何时兑现承诺？老臣也有疑问。您答应过朝中奏折先经老臣过目，可为何今日连一道折子都没见着？这什么这？这许诺莫非也在欺骗老臣？秦怀瑾，后宫里那些庶妃你一个都没动，还有恢复昭儿皇子身份的圣旨又在哪儿？大齐的江山需要我这样的明主，你一个被旧思想捆住手脚的人，能造出什么新时代？看清楚了，大齐的新帝是朕。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朕面前没大没小？有目难雕啊！陛下若识时务，便应该将大齐交于老臣与赤云柔，你只需听话即可。哦，看来江爱卿的意思是想让朕当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皇帝了。不错。倘若朕就是不答应，你又当如何呢？倘若朕就是不答应，你又当如何呢？能如何？昭儿是先帝嫡子，你若不服软，哀家这就拥昭儿登基。那套君臣父子的破烂规矩早该扔了。这个世界要的是人人平等，是改革创新。老臣说句公道话，殿下亲口答应了我们，可如今又出尔反尔，这江山怕是要坐不稳啊。不错。你今日必须给本宫一个说法，否则本宫就不客气了。你以为就凭他秦怀昭是嫡子，朕便拿他没辙了？好一个地地道道！诸位听好了，先帝传位诏书上写的是朕的名字，今日你们朝拜的也是朕。我脑子里装着5000年后的智慧，你废了我，就是废了整个大齐的未来。登基当天废嫡子，你就不怕天下人唾骂吗？天下人只知道先帝传位于朕，至于太子，整天喊着推翻这个推翻那个，造了什么出来？谋反兵变，然后蹲宗人府吃牢饭。
这就是你5000年后学来的本事。封建毒牛，我杀了你！传朕口谕：废太子秦怀昭当殿拔剑行刺，贬为庶民，剥夺皇姓，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归朝。秦怀瑾，昭儿可是你异母同胞的弟弟呀，你怎么狠得下心啊？你这是暴政，是强权，不会有人服你的，不会。是吗？谁敢不服？我，太子可是先帝嫡子，你这简直是妇人之仁，自掘坟墓。哦，朕废一个带兵造反、被先帝亲笔圈禁的乱臣贼子，这叫妇人之仁？你，陛下，你今日废太子，明日就敢杀忠臣诸良将，这大齐王朝迟早要毁在你手里啊！荒唐！老臣侍奉3朝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皇帝。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愣着干什么？即刻拟旨，废秦怀昭。哎呦，陛下，姿势体大呀！奴才这笔可不敢乱落啊！诸位同僚，你们都听见了，陛下不仅食言而肥，如今更是一意孤行，滥施余威。先帝传位本就仓促，如今新帝是国法如无物，是亲情如草芥。若让这样的暴君做了龙椅，我大齐王朝必将大祸临头。老臣宁愿一死，也绝不承认这样的皇帝，臣死也不认。秦怀瑾，你耍得我们好苦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该如何收场呢？好，很好。你们死都不认朕是吧？那就都别活了！冲！赐死！朽木难雕，登基第1天，连龙椅都还没焐热，就要杀光满朝文武，吓唬谁呢？哪朝哪代的皇帝敢把文武百官全砍了？虚张声势，真以为穿上龙袍就能草菅人命啦？秦怀瑾，拿这种话来吓唬人，只会让你显得更像个跳梁小丑。装什么真龙天子？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动我爹一根头发丝。你赐死满朝文武，难道是因为我们不跪你这个德不配位的皇帝吗？先帝呢？你睁开眼看看吧，大齐江山竟然落入如此不忠不孝人之手。江丞相，戏演完了吗？你不仅强坐龙椅，还要独掌奏折，私授兵权，你分明是有不臣之心，要谋权篡位。朕现在问你，觊觎龙椅，妄图夺权，你该不该死？老臣那都是为了朝局稳定，你根基未稳，不懂朝政，不能。闭嘴！那就是该死！来人，赐死！我是3朝元老，肱骨之臣，你怎么敢？老实点！真以为砍几个脑袋就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？陆云征，别急，到你了。北境8年，你身为镇北将军，拿着大齐的俸禄，可曾有一天用心整军精武？我有战功，北敌来犯时，是我带着将士们浴血奋战。你战功不假，这3年你把军务全丢给副将，自己整日泡在江芷柔闺中寻欢作乐，好不快活。还是柔儿疼我。云征哥哥，你那副将昨儿又递了折子来，说西北军务积了3个月，真是烦人。递就递呗，那些破折子看了也是头疼。那要是秦怀瑾问起来呢？哼，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再说了，有你爹在前头撑着，我怕什么？那可说好了，这阵子你要好好陪我。陪你，西北的风沙哪有柔儿的温柔乡舒坦？这般在乎儿女情长，把大齐江山抛诸脑后，居然还敢舔着脸跟朕要赐婚，要兵权，有功不赏是国昏，有过不罚是国乱。朕今日就问你，你该不该死？我不服！赐婚
和兵权都是你答应的，如今反咬一口，根本就是公报私仇。聒噪！你也赐死！什么？你来真的？云峥哥哥，秦怀瑾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……秦怀瑾，你冷血无情。北京将士不过是丢了性命，可云峥哥哥若不是思念我，他丢的可是爱情啊！既然这爱情比命还大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臣女为爱，甘愿向你下跪。像我这般痴情的人，又何罪之有？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江小姐为心爱之人赴汤蹈火有什么错？是啊，如此忠贞的爱情，何罪之有？他说的对，我和云峥哥哥的爱情，天地可见。这种热闹你也敢凑？也想被赐死吗？怎么，我又没说错？哼，我可是女主，主角光环罩着呢。你难道真敢把我给砍了？那好，你也赐死。什么？我可是主角，你当真敢刺死我？没错，死。秦怀瑾，你连相爱的人都容不下，你还配当皇？叨叨叨，烦死了！你必须赐死！陛下连爱情都要定罪得动，那干脆把天下有情人杀光好了。好主意，那你也一起死。什么？我也死？你们弄疼我了！放开我！我是女主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我会保护你的！还有谁不服气？站出来，朕一并成全了。哼，既然都没意义了，那便接着宣旨，即刻废太子。你今日若真废了你亲弟弟，来日史书上你就是千古第一毒妇。可悲啊！你今日废的不是一个太子，而是一个王朝崛起的新希望。朕念你血亲一场，给你留个体面全尸，你却在此大放厥词。体面？你管这封建王朝和随意赐死叫体面？朕问你，你口中的新世界，就是踏着无数大齐子民的尸骨铺成的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必要的牺牲，这叫历史进程。传旨，太子秦怀昭勾结叛军，即日起废太子位，贬为庶人。昭儿他说的疯话，不过是输多了面主了。他口中的新世界，朕是没看见，但朕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朕看得见。朕为今日是不大义灭亲，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大义灭亲，五毒尚且不食子，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母后，您急什么？骂完了吗？骂完就该轮到您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敢刺死哀家不成？即刻起，废后，立纯贵妃为嫡太后。什么？纯贵妃是庶妃？淑妃？哀家才是嫡亲的太后。纯贵妃养我护我，若真论嫡庶，她也该是个嫡太后。养恩不如生恩呐！我才是你的生母，你不该对母后这般残忍啊！母后，你身为国母，可曾有一日尽过国母的本分？你纵容儿子勾结外臣起兵逼宫时，眼里可曾有过这个国家？你只想着你儿子的皇位，却从没想过这天下千万人的生死。哀家只是……你少装什么人君！大齐需要的是我5000年后的先进思想。昭儿，世道变了，彻底变了。这死丫头如今油盐不进，看来不能跟她来硬的了。陛下呢？老臣侍奉先帝30余年，陛下有时，老臣还亲手报过事。你既知先帝，便该知他生平最恨结党营私之人，这又是一罪。陛下，老臣那也是为了稳定朝堂，才不得已为之啊。这借口可真老套，
来人，立即处死！陛下，且慢。怎么，你也想一并赐死？怎么，你也想一并赐死？春桃姑娘，你快劝劝陛下，老臣还不想死啊！春桃，朕这道赐死令，你当真觉得不该下？是的，殿下。陛下，您听听，我罪不到死。依奴婢看啊，直接赐死还是太便宜他了，应该五马分尸。什么？五马分尸？你个老东西，又是批奏折，又是坐龙椅的，我早就看你不爽了。陛下，春桃是不是说错了？五马分尸好啊，很好啊，朕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去，把朕最强壮的马牵来。户部侍郎沈崇，沈大人，朕看你的样子，很是不服气。老臣不敢，老臣只是忧心陛下日后治理朝堂，会万分辛苦啊。哦，你倒是个正经的，那便请你好好教教朕吧。朝中重臣政见虽有不同，却都是忠心为国，并无二心。就好比老臣我掌管国库多年，就算无功也有苦劳，陛下万万不可武断的。行了行了，别巴巴了，原来是个既要又要的老东西，你也赐死？陛下，老臣只是求个情，也要赐死吗？是啊，朕也不过是下个赐死命啊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，全拖下去，砍了！等等，等等！哟，陆将军，刚才不还骂朕是妇人之仁的昏君吗？怎么，这会儿改口了？臣是猪油蒙了心，陛下是千古一帝，求陛下饶了臣这条狗命吧！臣妾也知错了，求陛下开恩，臣女以后再也不敢要什么爱情了。老臣糊涂啊，老臣不该仗着年纪大就倚老卖老，只求留条老命给陛下当牛做马。陛下，奴婢再也不敢说自己是主角了。臣等以后为陛下马首是瞻，谁敢说陛下半个不字，臣第一个咬死他。行了，别嚎了，吵得朕头疼。从今往后，再有阳奉阴违、拉帮结派的，他们几个就是前车之鉴，懂了吗？臣等遵旨，臣等遵旨，臣等遵旨，誓死效忠陛下。母后，太子弟弟，你们还打算继续在地上趴着，给朕这太和殿当石狮子？哀家知错了。母后，你不是认可我的新思想吗？你不想看到人人平等的大齐吗？闭嘴！皇位不差这一时半会儿，现在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保命？我堂堂现代人居然还要保命，我也认了。即日起，废去太后封号，打入冷宫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江丞相赐死，陛下宽仁，特此抄没全部家产，家属流放3000里。什么？赐死？抄家还要流放3000里？老臣谢主隆恩。陆云征赐死。秦怀瑾，你敢刺死我，我座位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废太子秦怀昭，即日起废为庶民，多夺大启皇姓，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归。这江山本该由我来革新除弊，造福万民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诸位爱卿都把眼睛睁大点儿，从今往后，朕才是大启的主人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等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军务上北境，防务尚可，赋税各地上缴疏户也基本持平，还算凑合。户部侍郎府真假千金将府中闹得鸡飞狗跳，
这老东西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，还管什么国库？礼部员外府，流落民间20年的嫡子突然认亲，求朕赐死嫡子，怎么着？他家也有皇位要继承？侯爷宠妾灭妻，堪比戏文。朕看这民间也是群颠公颠婆。殿下息怒，这几日京城这种案子特别多，大理寺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。如此简单的案子，大理寺都断不明白。听说案情都差不多，主审官生怕得罪人，左右为难。好一个左右为难！明日去大理寺，朕倒要看看这些案子到底有多难断。卑职7年前离家赶考，与此村妇从未有婚约，大人明察。周文远，你赴京赶考前还给我磕过头，说一着急地便回乡接我过好日子，这是你亲笔写的家书，你敢说不认识我？一张破纸罢了，谁知道你从哪儿找人代写的？大人，我苦等7年，在家父母供他求学，他如今竟翻脸不认人，天理何在？这周状元，你当真一点都不识得此人？绝不相识。你可还有其他铁证？光凭一封信，本官很难办呐。有，他还给我留了一枚祖传的玉佩做念想，就在我身上。一派胡言！大人，他这是信口雌黄，还不快快将他拿下！此案关系重大，本官还需从长计议。等等。这烂大街的状元郎上岸先斩意中人的戏码都断不明白，真是蠢货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？赶快出去！这位姑娘，此处是大理寺公堂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就是新科状元周文远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在下。你说你7年前离家赶考，与乡野村妇毫无瓜葛。我如今是堂堂状元郎，岂会和村野妇女来往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离家那日穿的什么衣服？我凭什么向你汇报？回答我。青色如筛，家中新制的。什么料子？棉布，寻常棉布。赴考路上可曾借宿亲戚家？在姑母家住过1宿。姑母家住哪儿？清河县周家庄。姑母叫什么？周王氏。家中几口人？3口，姑父、姑母，还有个表弟。错，你姑父去年春天就病死了，你姑母上个月改嫁去了临县，表弟随去，他现在叫李王氏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来说。他离家那日穿的旧蓝布袍，袖口是我连夜缝的，路费一半是卖了家里老母鸡凑的，一半是邻里帮衬的。姑父病逝，姑母改嫁，我怕他分心，半句没敢提，他却翻脸不认人。你背弃发妻，欺君罔上，赐死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判我的案子？我可是福华郡主的心上人，他的轿子即刻就到，到时候定要你这丫头跪地求饶。福华郡主驾到！我看谁敢欺负臣女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参见陛下，臣瞎了狗眼，臣该死啊！陛下明鉴，臣女根本不认识这个姓周的，臣女跟他清清白白。来人，把周文远这个负心汉赐死！不要！陛下饶命！我真的错了！救我！郡主，救我！滚开！你个晦气玩意儿！陛下，臣不知您微服私访，有失远迎，望其恕罪。不急，你的罪，朕回头再跟你从长计议。去户部侍郎府，朝堂的颠公颠婆收拾完了，这民间的朕也要一个个收拾干净。老爷，这布偶就是从沈大小姐房里搜出来的。娇儿到底是哪里得罪了姐姐，竟让姐姐这般容不下我？不，我没有，爹，娘，我真的没有。
这样密的阵，难怪娇儿会梦见万箭穿心。看来我是活不长了。你才回来几天就敢行巫蛊之事害娇儿，你的心怎么这么毒？娘，我根本不知道那布偶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分别了18年，如今好不容易团圆，你们当真不愿信我一次吗？孽障！娇儿都被你害得快没命了，你还敢和我喊团圆？爹，娘，姐姐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，不如死了干净。赶紧把志威送走吧，再留下去，娇儿真要被折腾死了。来人，把沈志威送去千里外的清虚观，终生不得回府。什么？千里之外，终生不回？爹，我真的没有，求求你查清楚，娘，你信我。你是真千金又如何？从今往后，这府里的一切都只能是我的。住手！住手！陛下，臣沈崇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大胆，见价不贵，一上掉脑袋！民女沈娇儿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沈娇儿，你确定这邪物是从沈之威房中搜出来的？是，姐姐她嫉妒民女受爹娘宠爱，所以要害死民女。陛下，臣方才也是铁证如山才做了决断。铁证如山？沈大人，你这铁证含金量未免也太低了些吧？这皱纹字迹工整秀丽。沈娇儿，你编瞎话之前，能不能先问问你姐姐认不认字？糟了，忘记这不识字了，怎么办啊？她连字都不认识，怎么写得出来这玩意儿？朕都替你尴尬。沈之威，你自幼在乡下长大，可曾读过书？回陛下，民女从未进过学堂，大字不识一个。娇儿，你姐姐她确实不识字。娘，她虽然不识字，但她可以求别人代写啊。什么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还好我反应快，这下看谁还能救得了你。谎话连篇！来人，去沈娇儿房里把她的字帖取来。什么字帖？陛下，陛下，您不能因为姐姐看着可怜就偏袒她呀！娘，你养了我18年，娇儿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最清楚。陛下，娇儿毕竟从小养在晨曦下，这其中会不会有误会？朕方才说的话，你是没听清，还是没听懂？朕没问你同不同意。来人，去沈娇儿房里把字帖全部取来。沈小姐，陛下面前还请你自重。沈大人，你自己来看。娇儿，你，娇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只是害怕姐姐一回来就抢走了你们的爱。陛下，娇儿年幼无知，臣养了她18年，实在不忍心看她受罚。年幼无知？你管构陷他人行巫蛊之术叫年幼无知？既然你理不清，那朕替你。来人，沈娇儿赐死！赐死啊！娘，救我！我可想死啊！爹，住手！要死，老奴替小姐死啊！你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老身参见陛下。这嬷嬷哭得如此伤心，想必就是当年调换2位小姐的罪魁祸首吧？什么？陛下，这老奴不过是臣府上最寻常不过的下人，怎么会？是啊，陛下何出此言？老奴只是一个下人。那你告诉朕，你这颗泪痣怎么跟沈娇儿的一模一样？要不要朕让你们当场滴血验亲？冤枉啊！当年夫人和老奴在寺庙上香时同时生产，这才稀里糊涂报错了。娘，这
真是天意弄人啊！沈崇，这些骗人的话术你都信，真是给朕丢脸！既然罪魁祸首自己送上门了，那就一并办了。诛九族。血缘算什么？陪伴才是真爱。老奴是想加入这个家。亏你想得出来这种话。爹娘，娇儿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，娇儿也是来加入这个家的。陛下，娇儿不知自己的身世，这18年她也无辜，可否从轻发落？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铁证如山，你想让朕把圣旨变成废纸吗？沈崇啊沈崇，18年了，你但凡上点心去查一查，沈知微至于在乡下苦熬这么多年？陛下，民女多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可这样的家人，民女不想要了。他们心里没有我，民女不想再难为爹娘和沈娇儿了，就让我走吧。起来，不许跪。沈知微听旨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户部侍郎府唯一的嫡女。什么？唯一嫡女？爹，娇儿日后该如何自处啊？沈崇治家不严，罚俸4年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若日后还是拎不清轻重，这户部侍郎的乌纱帽，朕便给你摘了。什么？您这是要罢臣的官？什么？您这是要罢臣的官？怎么？你有异议？臣不敢，臣不敢，臣谢陛下隆恩。爹娘，你们不能不管我呀！我也是你们的女儿啊！拖走！放开我，爹！娘，救我！谢陛下为臣女做主，从今往后好好活着，别让那些魑魅魍魉再看清了你。陛下，到回宫的时辰了。急什么？朕听说武侯爷府也在唱大戏，朕去看看他家的戏有没有这里的精彩。快快快，那边有陈塘了！堂堂侯夫人竟做出这等丑事！殿下，他们方才说的似乎就是武侯爷家的事。真是赶早不如赶巧。水性杨花的败坏我武侯府门风，陈塘！侯爷，孩子真是你的！言儿说的还能有假？今日你必陈塘！侯爷，姐姐毕竟是名门之后，陈塘太过凄惨了些，不如赐一碗毒药。堂堂侯夫人，可我怎么听说是小妾陷害啊？管他呢，侯爷都发话，你以为才是陈塘？这怕是冤枉的吧？我看那侯夫人的眼神不像撒谎。冤枉？那就让朕来看看这顶绿帽子到底是怎么戴上去的。给朕住手！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求陛下给臣妇做主，孩子真的是侯爷的。带出来。你说孩子是侯爷的，有何凭证？怀孕的时间对得上。侯爷去边关之前那几日，臣妇一直在府中，而且臣妇只有王爷一个夫君。等等，孩子是我的，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孩子是你的，孩子是你的。对，阶级地位阻挡不了爱和孩子的出现，求您化小爱为大爱，成全我们吧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啊，原谅我说出实情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啊！
姐姐不得宠，独守空闺，看上个身强力壮的园丁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陛下，奸夫都主动认了，这是个多好的汉子呀！好，你正常反应不应该杀了奸夫淫妇吗？陛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不对啊，你这肩膀松垮，腰胯僵硬，分明是常年服药所致。这股子苦辛味儿是治疗绝丝的汤药味道吧？真是腌入味儿了。才不是，那是治疗头疼脑热的。胡搅蛮缠，一个连自己都硬不起来的人，是怎么让侯爵夫人怀孕的？连自己的东西都硬不起来，还敢诬陷侯夫人，真是笑话！你胡说！我在床上威风凛凛，强得可怕！放肆！休在陛下面前讲些污言秽语！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和婉儿是真爱，真爱！陛下，臣认为他为了爱情连命都不顾，这是何尝不是一种威风凛凛呢？威风凛凛，行，朕倒是要看看这深情汉子有多威风。来人，传太医。老臣参见陛下。去，给这位威风凛凛的好汉把把脉。回禀陛下，此人先天肾水不足，实乃天烟之症，绝无生育之能。你竟是个假深情！敢欺骗陛下，你该当何罪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陛下饶命！是有人给了银子让草民来认这个孩子的，冤枉啊！谁给的？是他给了草民200两银子，让草民来顶罪的。侯爷，他胡说，妾身对您一片真心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侯爷，真相大白了，你自己处置吧。妾身是太爱您了，爱是自私的，妾身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您。言儿，你这份心意，本侯懂了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够了！够了！你们这群颠公颠婆，朕实在受不了了！陛下，难道是我们的真爱吵到了您吗？陛下，成全我们吧，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啊！武侯昏阔无能，宠妾灭妻，此子。什么？陛下你小妾言儿构陷主母，此子。侯爷救我，言儿不想死啊！陛下，臣不知道您是怎么了，但臣的爱情本就是这般轰轰烈烈。陛下，侯爷和小妾那是真爱，您不能棒打鸳鸯啊！对啊，多感人！咱们这年头哪还见得到这般痴情人？闭嘴！你，还有你，煽风点火，妄议宗亲，统统赐死！陛下饶命！草民不敢了，草民再也不敢了。朕的世界终于安静了。从今日起，整个侯府就交给你了。臣妇谢陛下隆恩，臣妇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回宫，朕今天被这群颠公颠婆整得脑仁疼，得歇歇了。陛下小心！有刺客，保护陛下！陛下恕罪，刺客轻功极快，属下追丢了。陛下，这是匈奴人的剑。传令下去，封锁全城。陛下，匈奴人怎么会在京城放冷箭？难道他们想……回宫再说。
陛下，查到了。说。废太子在流放地失踪，现场留下了大量马蹄印，蹄铁形制属北境匈奴王庭所有。果然如此，朕这位好弟弟到底是按耐不住了。陛下，他要是真跟匈奴勾结，那北境岂不是……不急，朕让你查的匈奴内部的动向呢。 3日前，北境来报，匈奴王庭正在组建一支使团，若废太子在其中，应当随使团一道入境。盯紧北境，一旦使团入境，沿途驿站全部换成我们的人。是。陛下，太子要是真跟匈奴联手来逼宫，咱们怎么办？他要是一心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那朕就给他搬石头的机会。大单于。 只要您助我夺回帝位，我登基之后即刻将大齐北境3郡双手奉上。一个被大齐废掉的太子，凭什么让本单于信你？就凭这个，大齐北境兵力不放图。大单于，北境今年年成不好。 咱们草原上牛羊都瘦了一圈，要是真能拿下大齐的粮仓，这图细节对得上。我曾到过大齐边境，那儿的兵力分布跟这张图差不多。好，本单于就赌你这一把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骗了本单于，本单于就把你绑在马尾巴上，在草原上拖到死为止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组建使团入京。是。 本单于倒要看看，那位女帝见到她亲弟弟回来，脸上会是什么表情？报，匈奴使团3日前已入境，打着通商修好的旗号，一路往京城来了。细说，队伍共47人，其中1人身形举止扎眼，随行人员对他态度恭敬，不像普通翻译。是他，错不了。陛下，这废太子当真敢回来？ 他敢回来，朕就敢见。传旨礼部，按最高规格接待匈奴使团。陛下，您这不是长他人志气吗？别急，你说，一个人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越响？匈奴使团觐见。 大单于有令，大齐皇帝若愿下嫁和亲，两国从此修好，永不相犯。陛下，匈奴蛮夷太甚，臣请战！臣请战！陛下，我的好弟弟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你有何建议？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大齐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陛下和亲也未尝不可。啊，是啊，毕竟北境10万铁骑压境，换谁都得掂量掂量。 是啊，毕竟北境10万铁骑压境，换谁都得掂量掂量。是啊，你们说的对，为了天下苍生，和亲确实可行。朕决定将废太子秦怀昭赐予大单于为妻。荒唐！ 简直荒唐！跟单于和亲的应该是你。你在匈奴住了这些日子，想必情谊深厚。这门亲事，论情分，你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不知羞耻！我是男人，大男人怎么能和亲？方才你在殿上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，说的那叫一个慷慨激昂，怎么换成你自己就不愿意了？ 朕的大齐，还轮不到一个叛国投敌的人来替朕做决定。诸位远道而来，朕已命人备下接风宴席。放心，
大启的好酒好菜，定让诸位宾至如归，请先回去歇息吧。如此甚好。陛下，您看见秦怀昭的脸了吗？北境近日有无异动？回陛下，暗卫京臣来报，匈奴大军确实在边境集结，约10万人马，但尚未大举进攻。秦怀昭此次回来，不只是为了演和亲这一出戏。陛下是说，他还有后手？传朕旨意给边关守将按兵不动，严防死守，盯紧匈奴主力动向。遵旨。秦怀昭，你还有多少底牌，只管亮出来，朕等着。得意去吧，洪灾带来的流民潮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让满朝文武都好好看看，谁才配坐那把龙椅。陛下，快开城门放人吧，否则流民会一发不可收拾啊！不可！倘若流民里混了奸细，那该如何？绝不能开！不错，安置流民的确重要，但做好安全措施更重要。这些都是我大齐子民，洪水冲了他们的家，夺了他们的粮，岂能见死不救？若陛下怕担责，怕流民中混入奸细，臣弟愿亲自出城安抚。这位太子倒是有几分胆色。陛下，您怎么不拦他？他这是要在匈奴人面前出风头。不急，让他去，他会后悔。都别吵！我是大齐的太子，能保你们活命，只要你们听我的。是值钱的东西，快拿些值钱的东西去换吃的！住手！快住手！我的马！别碰我的衣服！这是书简，书简！救命！来人！快来人啊！别踩了，别踩了！老奴这把老骨头要散叉了！你们看啊，这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啊？真是丢人呐！放他们进来。周鹏支起来，按户登记，病者送到临时医馆，妇肉安置在寺院，青壮年登记入册，3日内以供代诏修渠筑堤。遵旨。至于秦怀昭，等他挨够了，派几个人把他抬回来就行，别耽误正事。遵旨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只是受了凉，无大碍。陛下圣明啊！曹民从洪灾里一路逃过来，没想到还能吃上一口热饭。陛下是咱们的活菩萨呀！陛下圣明，圣明啊！我的儿啊，你堂堂大齐嫡亲皇子，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啊？那些刁民胆敢动你，本宫要他们全部陪葬！母后，别喊了，喊得我头疼。一定是秦怀清故意不拦你，故意让你出城挨打。母后放心，儿子这只是一时失手，儿子还有后招，一定能夺回一切。不，哀家这就去御书房找他。逆女，昭儿再怎么说也是大齐嫡亲皇子，你怎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城外被那群刁民打成那样？
是他自己非要出城逞能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点儿？你要是真心拦他，他还能冲出城去。你那好儿子满口新思想，可不过被扯了衣裳，就只顾着护着自己喊救命，他能拿什么治国？那是流民太猖狂，昭儿救他们是好心。纸上谈兵谁不会？真正办事靠的是脑子，不是嘴皮子。母后，朕念你是长辈，今夜的话朕就当没听见。但若你再无理取闹，就不只是住冷宫这么简单了。你会遭报应的。你不好好休息，来找我有何事？我等不了了，你即刻派人回去告诉大单于，3日后我在西门接应，打开城门放大军入城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还谈什么开城？况且大单于让我来是跟女帝谈合作，眼下谈的还算妥当，我为何要冒险？合作？他能给你们的不过是几条商道、几车粮食，我能给你们的是北境3郡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你回去告诉大单于，之前许诺的割地赔款一文不少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，本宫以项上人头担保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快马回报大单于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拦我，谁也别想。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？陛下料事如神，废太子方才在使馆大殿与匈奴使团首领密会，约定3日后夜半在西门开城接应匈奴大军入境。3日后，信息保真吗？千真万确，废太子以项上人头起誓，许诺割地赔款，使团首领已点头应允，并派人快马出城往北京报信去了。陛下，这还等什么？赶紧调兵，先把太子扣下再说。属下告退。陛下，您怎么还能沉得住气？废太子都要造反了，再不调兵就来不及了。春桃，你觉得匈奴人傻吗？啊？他们跟秦怀昭不是一伙的吗？秦怀昭许的那些东西，割地赔款，不过是空口白话。他连一个流民都摆不平，拿什么兑现这些承诺？陛下的意思是，匈奴人就算再蠢，也不会把全部筹码压在一个连自己都护不住的废物身上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您要信匈奴人？谁都不信，朕只是在赌北境的大单于到底还会不会相信秦怀昭那张嘴。大单于，这大启废太子的信里究竟写了什么？您都看了不下5遍了。是啊，那个废太子要起兵了，说事成之后给咱们北境3郡，你们怎么看？那还等什么？3郡够咱们牧马放羊好几辈子了。大单于，出兵吧！他既然开了城，咱们大军长驱直入，京城唾手可得。是哼，那个废物太子嘴上说的天花乱坠，可你们看看那个女帝天灾辽民，3日安顿，不费一兵一卒。那大单于的意思是，咱们不帮他？当然不是不帮，他要兵，咱们给他兵。3日后夜半，派一支人马去西门接应，名义上是助他开城，至于成功与否，那便看天意了。没错，那废太子能翻起什么浪来，全看天意。哈哈哈哈！弟兄们，干杯！干杯！大启皇帝，就让本单于看看，你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殿下，此事已经过了，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会不会出了什么变故？闭嘴！再等等，他们一定来了。匈奴人不会放咱们鸽子吧？
这都等了1个时辰了，要不咱们先撤？万一被巡夜的发现了，那我们就全完了啊！谁再敢说一个撤字，我现在就砍了他！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，他们答应过我的。听见没有？他们来了，准备开城！大单于说了，你这个灾星，留着你只会添乱。什么？你们要拿我向秦淮锦投诚？你如今不过是个废太子，留着你还不如献给秦淮锦，换我等一条生路。卑鄙小人，竟敢阴我！我跟你拼了！放箭，一个不留！什么？我的腿！我的腿！走，大单于说的对，这废物不知道浪费箭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们答应过我的，说好了的。陛下，要派人下去抓他吗？不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他现在最恨的和最想见的都是朕，朕去了，他才能死得甘心。你赢了，可我不服，我本可以。你说的那些新思想，或许在另一个世界能救很多人，但这是大齐，你不了解这里的人，不了解这片土地，你输得不冤。你一定和匈奴人合谋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朕什么也没做。那是为何？你太单纯，也太执拗，以为许几座城池就能换来忠诚，可你连自己都护不住，匈奴人凭什么信你？原来我自以为是的先进思想，从头到尾就是个笑话呀！不是你的先进思想害了你，是你的固执和愚蠢害了你。是我小看了你。陛下，你简直是毒蝎心肠，杀了自己的亲弟弟，你不得好死！是他勾结匈奴，意图造反。不可能，昭儿绝不会再做这种傻事的。如何不会？今夜他打开宣武门接应匈奴大军入城，结果反被匈奴人过河拆桥乱箭射死。匈奴的人，他们不是在和你谈判吗？你这个皇帝究竟是怎么当的？母后，到现在你还要护着他吗？昭儿本就是嫡长子，你从一开始就该把皇位让给他，你让给他，他就不会死。嫡长子，你口口声声说他是朕的亲弟弟，可你从小到大，可曾有一日关心过朕？你是女子，他是嫡长子，你们从生下来开始就没法比。是。朕不该对你有幻想，那你就抱着你的嫡亲儿子，在这宣武门里待到地老天荒吧。秦淮锦，我要你给他陪葬！把他带下去。是。你来做什么？来看哀家笑话？朕来是跟你说最后一句话。太子的死是他自己选的，这个结果怪不了任何人。
怪不了任何人。若不是你占了本该属于他的皇位，他会剑走偏锋去勾结匈奴，他是被你逼的。朕登基是先帝遗诏，满朝文武见证，何来占了可说？遗诏？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凭什么接遗诏？你夺了他的命，夺了他的江山，如今跑到哀家面前来说风凉话。母后，从小到大，你可曾正眼看过朕一次？看你，哀家生下你，就是最大的错。生下朕是错，大错特错。你若是个皇子，哀家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朕考了第一，捧着卷子跑去找你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朕想着，只要朕做得足够好，你总会看见的。可你呢？母后，儿臣这次考了第一，太傅夸儿臣文章写得好。没关系，差就差些，你将来是要当皇帝的，学问那些事儿有大臣们替你操心。听见没？我不用学。母后，儿臣也考得好。一个丫头片子，考得再好有什么用？将来不还是要嫁人，要相夫教子？行了，你出去吧，别在这儿吵哀家歇息。朕一直以为，只要朕足够好，你总会看见。可你呢？哀家怎么了？你眼里永远只有昭儿，他犯的错你替他兜着，他造的孽你替他扛着，最后连他的死都要算在朕头上。哀家说的有错吗？你占了不该占的东西，害死了不该害的人，你以为说这些，哀家就会心软？母后想让朕做什么？恢复哀家的嫡太后身份，让哀家搬回坤宁宫，一切照旧。你杀了昭儿，总该拿点什么来赔。不可能，母后就在这冷宫里待着吧，这是朕能给你的最后的体面了。你敢走？你给哀家站住！母后，怀瑾，哀家好像醒过来了。母后，你别说话，朕这就叫太医。哀家这辈子活得太荒唐了，这满朝的规矩，这吃人的礼法，把哀家也变成了吃人的鬼。母后，你难道也……怀瑾，哀家对不起你，你是好孩子，你一直都是好孩子。母后，疯癫了这一辈子，最后一刻醒过来了，也好，也好。这荒唐的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废秦怀昭，挑拨两国关系，其心可诛。匈奴已将他视为灾星，如今此人已死，旧事便就此了结。大启皇帝，大单于还明确表示，愿与大启重修旧好，和平共处，边境互市照常开放，两国永不相犯。如此甚好，带回去给你们大单于，告诉他，朕说到做到。是。匈奴已退，逆太子伏诛，乱象既平，余患尽除。往后，朕只关心3件事：仓里有没有粮，百姓能不能吃饱，边境能不能太平。吾皇圣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您不知道，如今京城里的百姓都在传颂您呢。哦，都在传些什么？说书先生在茶楼里讲女帝平定北境记，昨天还有人说要把您的故事编成戏文，在城隍庙门口唱3天呢。什么唱3天？春桃，你少拍马屁了。真的，陛下，奴婢说的都是真的。不信咱们出去瞧。哎，您看那枝梅花。
冰中吐艳，雪里生香，却有一番凌霜傲雪的铮铮风度。春桃，你说过几日便是元宵节，朕是不是该给自己放个假了？当然，陛下您从登基到现在一天都没歇过呢。我可听说今年的灯饰比往年都热闹，还有孔明灯呢。那便这么定了。元宵那夜，咱们去街上好好看一回灯，吃一回元宵，谁也不许拿奏折来扰朕的性情。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小姐，前面有猜灯谜的，咱们去瞧瞧吧。老板，谜底是团扇。姑娘，这灯归您了。就你机灵。热乎的芝麻元宵，花生元宵，桂花元宵。呼呼，好烫，但是好香好甜。宫里的元宵再精致，也比不上街边这一碗有滋味。那可不，这烟火气宫里哪有啊？孔明灯，那边有人在放孔明灯。走，咱们也去放一盏。小姐，给您，你可以在灯上写下心愿。飞了飞了，我们的灯飞得好高。是啊，愿这灯火长鸣不息，佑我万里山河岁岁安宁。